各位老細精神，今期同大家研究一道經典版嘅熱菜烏龍香酥啊！有喜歡這道菜的朋友，可以在評論區講出您個人的心得。選用的材料是土鴨半邊，首先把鴨翅和鴨骨架剔除。此菜的製作過程講究而複雜，所以在外面的餐飲店已經很少點到這樣的菜式了，因為它的製作過程所耗的時間實在太長了。沒關係，今天我就來和大家分享它的製作過程。這一個是鴨骨架，先把它剔除出來，先留着，一會再切點冬瓜做個鴨骨冬瓜湯。還有一種的製作方法，就是先把鴨子蒸熟了以後再剔骨。今天的這個製作方法是縮短了它的製作時間，還有鴨肉會更加的入味。鴨骨剔除後，再從鴨肉的表面給它打上花刀，使它在醃製的過程會更快速的入味。接下來準備香芋一個，去皮後用刀切成小塊。在選用香芋的時候也是有所講究的，最好的是荔浦香芋，如果買不到的，也可以用一些上乘的品種來代替。關鍵的是香芋的本質要夠粉不生水。接下來準備少許的薑絲和大蔥作為醃製的料頭，這樣可以起到一種增進香味的作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醃製的調料，使用鹽6克、白糖3克、五香粉3克、生抽8克、料酒8克。調好後把它攪拌均勻，再把它倒在鴨肉的上面，用手再去把它塗抹一遍，讓所有的味料都沾在鴨肉的上面。最後再把備好的薑蔥鋪在上面，讓它自然的醃製2個小時。經過醃製後，使鴨肉得到充分的入味。時間已到，現在把它放到蒸籠裡面，同時加入備好的香芋，蓋回蓋子，大火蒸製40分鐘。這道菜雖然是複雜，但是只要你用心，在家裡面也完全可以製作。蒸製的時間已到，現在把它取出，再把鴨肉換到另外一個盤子上面，讓它自然的放涼。接下來把蒸好的香芋倒在一個盤子裡面，用個勺子輕輕的就可以把它磨碎。現在可以看出來，這個香芋的品質非常好，沒有一點的顆粒感，而且很鬆散，看不出它含有水分在裡面。下一步準備澄麵30克，用開水把它糊成薯粉。這個一會是加入到香芋裡面了。加入開水以後，快速的把它攪成一個麵團。這個是1斤香芋的比例，加入30克的澄麵粉，還有豬油30克，同樣是把它倒在一起。加入澄麵的目的是讓它在炸製的過程芋泥不鬆散，而且豬油是不一樣的。這時候加入適量的鹽粉作為底味。加入豬油的目的是讓香芋的口感更加酥化而鬆脆的作用。攪拌均勻後，再用力把它搓成一個麵團一樣，用力揉至它的表面光滑而不粘手，用手按下去的感覺柔軟而不發硬，這樣的標準就可以了。現在把它分成2塊，壓成一個長方形的麵餅一樣，再給鴨肉撒上適量的生粉，這是讓芋泥和鴨肉更緊密的粘連在一起。再去用力把它壓緊，這樣在炸製的時候鴨肉就不會脫落。到了這一步，前期的工作算是完成了，配對成功。下一步開始製作。首先是起鍋熱油，控制油溫是這道菜最關鍵的環節。如果你無法確認油溫的高低，在熱油的過程，你可以先加入一小塊的芋泥。當油溫升至一定熱度的時候，它就會飄到油面上，好像開花一樣。這時候的油溫已經達到130度，可以加入備好的材料。如果油溫太低，在炸製的過程就會導致芋泥鬆散而不成塊。如果油溫太高，芋泥的表面快速的上色，而且發硬不起酥。所以在炸製的油溫控制在130度左右是最為合適的。在炸製的過程中，你可以看到芋泥的表面會慢慢的露出有一種蜂窩的形狀，這個就是一種起酥的效果。炸製的全程大約在6分鐘左右。
当你看见它的表面带有少许金黄色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捞出，再把边上的油滤干。看起来好像一个面包一样，但是里面另有乾坤。这就是一道传统的玉米香酥鸭，放凉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小块，很酥脆，而且香芋经过油炸后，它的芳香味变得更加的浓郁。在使用的时候再沾上点酸甜酱，那会更加的醒味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。下期我们再研究一些新的菜品。搞掂啊，攞啲啤酒嚟先。